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聖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中東戰事。現在呢，伊朗的國產無人機航母，這個我們今天會特別來看的，叫做巴蓋里烈士號正式的亮相了。再加上伊朗他手上握有了1000架的戰略无人機上線，今天会特別來關注是革命衛隊已經全面的備戰了。那麼美軍林肯號在中東則是持續的施壓，這一場戰爭一觸即發。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是，其實呢，現在林肯號已經正式的抵達中東地區了。根據川普的說法，還有另一艘航母也即將很快就會抵達中東了。那伊朗則是呢，這一回在海上也祭出了它的新的航母，正式的亮相了。這個航母叫做巴蓋里烈士號航母。那根據了解呢，它是由貨輪所改造的这個航艦，具備滑跳起飛的甲板之外，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哦。同時，它有傾斜的這個飛行跑道。根據了解呢，內部還有一些小型的醫院，甚至是健身房啊，跟體育館等等，所以這個涵蓋的面積其實是非常大的。看一下它的小檔案，長度240公尺，高21公尺，最多其實可以在上面部署60架的無人機跟30具的飛彈發射架，可以具備直升機的作戰跟電戰的能力。同時呢，我們也有看到剛剛提到的內部也非常的大，那可以配備的包括了地對地的巡弋飛彈之外，單獨的作戰平台也可以部署反艦飛彈，可以打擊最遠達到2000公里的一個目標。現在做了一個初步的推估，伊朗可能會想要用它的這個航母，也就是無人機航母，以自殺攻擊的方式來攻擊美國的林肯號航母。這個對決，等一下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注。伊朗除了有拿出它的航母之外，我們看到它同時也準備了1000架的戰略無人機，正式的已經編列了作戰的序列裡面去，成為核心的打擊力量，將是靠無人機哦。外媒這邊也特別點出了，現在伊朗呢，他手上還握有8架的見證者無人機，日產量甚至達到400架，而且重點來了，還有俄羅斯在當中幫助提升它的產能。剛剛說到了俄羅斯的角色，除了幫助在無人機的生產之外，還有祭出了米格29武裝直升機，現在根據了解已經現身在伊朗的境內了。那麼伊朗現在也說呢，他要掌握荷姆茲海峽，也就是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在2月份2月1號到2月2號這2天，他會在荷姆茲海峽這邊正式的舉行實彈的軍演，這個海峽將會被很快的控制住。伊朗的政府專機也從德黑蘭被拍到直奔莫斯科的一個航道，是否代表說最高領袖哈米尼接下來會逃往俄羅斯呢？這樣子的議題我們會持續的來做關注。那麼來看到美國方面又做了什麼樣子的準備呢？在各個武器逐漸到位，我們看到除了林肯號抵達中東之外，自己的官員也證實了，一艘驅逐艦也到位了。美媒披露，現在川普正在評估對伊朗即將發動新的重大軍事打擊。那麼已經在中東部署的武器，我們做一個統整，包括了10艘的軍艦跟6艘的驅逐艦。節目一開始，我們要請李將軍來帶我們看，這個是國產的伊朗自己的這一個航母，真能對美軍的航母造成實質威脅嗎？如果說無人機蜂群真的正式的出手，接下來林肯號有沒有辦法防得住？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艘這個用貨船改造的無人機航母哈，如果真的是跟美國對峙來講的話，可能撐不了30分鐘就會被擊沉了。那當然，伊朗我們看得出來，他一直想要所謂的這個採取一種不對稱的作戰哈，這個積極用它最強項的無人機。可是我覺得你用在這個貨輪改裝上面，你知道我們很簡單一個數據嘛，美軍的這種魚叉飛彈射程就300公里哈，雖然說你的反艦飛彈號稱可以打到200公里那麼遠哈，到底可不可以，我們還是一個疑問。可是這個美軍雖然說它的魚叉飛彈300公里，可是它可以用空射型的哈。這個如果說美軍用空射型的，它艦載機哦，這個 F-18戰機帶着這種空射型，那在2000公里之外擊落你命中你這一艘這個無人機航母，事實上是輕而易舉。另外，美軍的魚叉型也可以用潛艦來發射。
那一艘航母通常來講的話，你必須有很多，你除了攻擊的武器之外，你還有自衛的武器。我們看到任何一艘軍艦上面，基本上都有防空的或者反導彈的飛彈部署在船上面。那要不然最起碼你近迫防禦系統也要有。這個美軍的是方陣快炮，那解放軍的是1130快炮。那如果說這條船上面這些東西都沒有，那很容易被擊落。第二個來講的話，這美軍要偵獲到你也是非常容易的。這個以美軍現在不要說是太空衛星了，它如果說船上或者是飛機上的電子戰的雷達來講的話，要在這個波斯灣上面偵獲到你這條船事實上我覺得並不是很難的事情，你很快就會被偵獲到。那第三個，你這條船上面到底有沒有反電子的裝備？如果你連這些裝備都沒有，那一個這個美軍，譬如說是航母上面的咆哮者戰機過來的話，可能就將你所有電子系統全部干擾到。當然，我覺得伊朗這也是沒辦法中的沒辦法說想用這種辦法，可是這個確實很不切實際，只是流於政治宣傳為主。那目前來講，據我了解的，到今天下午最新的一個訊息這個美國雖然說林肯號航母已經部署在這個阿曼灣的外海，就阿拉伯海波斯灣的外海，在這邊應該已經在那邊就位了。雖然它將 AIS 關掉，但是今天有一個 AIS 的信號雷達又開了在什麼地方呢？有一艘美軍的伯克級驅逐艦，現在正通過紅海這個蘇伊士運河，它等於說是從這個地中海那個方向趕過去，所以美軍不斷的軍艦在這方面增援這個地方。我個人認為，美軍是想要川普是想要借着這個極限的軍事施壓，來迫伊朗來就範，來願意上這個所謂的談判桌，來談所謂外交方面來做解決那伊朗來講，目前來講也沒有說是完全關掉這個大門，外交的談判他也沒有關掉這個大門。但這場仗打起來，我覺得就美軍來講，也不見得能夠佔到便宜。雖然說他可以將伊朗打到元氣大傷，可是他如果說不能在第一時間就將伊朗這個逼他就範來講的話，那伊朗後續的反撲，甚至於後續的力道還是很大的。對美國這個在中東地區的基地我們現在看到伊朗來講，它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導彈跟這個無人機嘛。那不管是對以色列或對美軍在這個中東地區的基地，都會構成很大的威脅。所以我個人研判到最後這兩個國家還是會走上這個談判桌，來做一個用外交方面來做一個解決。那真的是開戰的幾率，我個人研判是不高的。好，所以我們看到美方現在正在做極限施壓，所有的武器都已經集結在伊朗的周遭。那另外一方面，这個伊朗看起來情勢緊張，是不是在這個時候也有跟俄羅斯有軍事上面的合作呢？剛剛提到了說，哈米尼的專機現在有在猜測是否要往莫斯科的方向飛過去，難道他是要逃離這個伊朗嗎？那同一時間，另外就是有被發現遏制的米格29現身在伊朗，這個俄羅斯的角色在這個時候是什麼？是政治避風港，是戰爭時候的後援嗎？我們也看一下米格29的戰力，可以為這一場戰爭帶來多大的助力？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哈米尼到莫斯科去它有3個意義，也是3大目的。第一個做戰略移轉，因為哈米尼如果留在德黑蘭，留在伊朗，它是美國要去攻擊的目標，就跟在委內瑞拉對馬杜羅就是要去擒拿他。那現在他如果是哈米尼是伊朗的最高宗教領袖，也是最高領袖，他现在到莫斯科去了，戰略目標到莫斯科去了。你在這邊，你對美國對德黑蘭還能夠有這一方面的要去狙殺哈米尼，用一個外科手術式的斬首戰嗎？沒有啦，你的目標已經跑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來講是相對安全的，這是一個戰略移轉，因為哈米尼在哪裡？都會洞見觀瞻，被以色列的摩薩德的情報組織，或者是美國的 CIA 中情局掌握，那就是我講的轟炸幕，就是那個地方，因為這個很容易被掌握嘛，因為他這個想要去隱蔽，躲在哪裡？躲在指揮所，躲在地下洞穴，或者躲在碉堡裡面，很容易被掌握，那就是被攻擊目標。那他離開了，你怎麼攻擊？他本人不在那個地方，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移轉到安全的處所。第二個，實施戰略溝通跟戰略協調。因為伊朗需要買什麼武器、什麼裝備，所需要什麼的急需，
透過哈米尼直接在莫斯科直接跟他們的當局就協調了，不用再來來去去的了。这個我要買這個，這個要加強這個，這個要加強這個方面的交換，因為它是最高的，他直接在莫斯科就做了戰略溝通跟戰略指導，這是最快最直接的。最高領袖在這個地方嘛，很容易就可以達成他的戰略溝通的這一方面的目標。我們第三個就是一個我們講的保全戰略象徵，因為他是畢竟是伊朗的最高領導人，那最高領導人是安全的，安全無疑的，這個政治符號、政治圖騰就保全住了嘛。對伊朗這一方面的這個指揮體來看的話，沒問題，這個最高領袖是安全無疑的，大家都可以按照這個指揮體系、組織運作、這個官僚的體系繼續來這邊實施，沒有問題啊。所以他這個是為了保全戰略符號、戰略圖騰、戰略象徵，他做了這方面的努力。我認為伊朗是有備而來的，不然的話，那哈米尼在哪個地方？在伊朗，伊朗雖然大，但是問題是目標被掌握的是相對容易的。是。那我們現在看米格29，那米格29是一個戰鬥機，它的這個最高的速度是2.3馬赫，這個最大的航程我們講的就是1500公里。但是問題是它是老一代的。那它老一代的話，現在都已經到了數位化的這種作戰模式，或者是体系化、網狀化的作戰系統。那它這個能夠有多少的這個我們講到的抗干擾、電子反制的能力，我認為堪虞。因為再加上一個最大的致命傷，就是講的伊朗的訓練，因為它經過它那麼窮，經過美國的這種武器禁運，還有經濟制裁，它在這一方面是經過長期下來，對它軍力的這種折損跟他的訓練來看的話，都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我們看去年2025年，這個以色列也包括美國的 B2 轟炸機對伊朗的這方面的轟炸，伊朗整個防空只管通勤系統也好，還有防空這個飛彈也好，防空火炮系統都沒有發揮威力耶。那換句話說，它的系統空地整合的系統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俄羅斯也提供它的這個最新型的這米28的武裝直升機，但是這是對地作戰的，這個。武裝攻擊直升機是對地作戰的，那美軍跟以色列如果不進入地面进入，這個米28大概只能這個空中警戒跟地面運兵的這方面的一個功能了，所能夠發揮是有限的。所以米格29的戰機也好，或米28的武裝運輸直升機也好，我認為在伊朗所能夠發揮的戰略角色相當有限。好，不管這一場戰爭會不會真的發生，但是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在中東附近，尤其是伊朗附近的鄰國，他們其實很多國家是不希望發生的。這當中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的原因是，其實他們也會擔心，如果真的在伊朗境內的神權發生什麼問題的話，對於後續整體的中東情勢，恐怕也是會更危險的。為什麼會這麼想？楊老師怎麼看？如果伊朗發生動亂、衝突、戰爭，那一定會有外溢擴大的效應。你想想看，伊朗這樣子的面積跟它的人口將近有9000萬的這個人口，它在中東跟西亞的部分哈，就包含阿富汗這些整個區域，它是最中心的。它連接了波斯灣跟黑海，那所有的歷史上的就是重要的通道以及地緣的戰略這個高點都在這裡。那它又是兩個特殊的是，它雖然是穆斯林，但是它絕大部分是什葉派，要跟其他中東國家的穆斯林國家不一樣。第二個，它種族上是波斯人，古文明，可是一直以來其實就以這個區域為主，跟其他的阿拉伯人種族上不一樣。因此，它是一個完整的，就是這個民族國家哦。雖然有一些其他少數民族，當它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第一個，這個軍事衝突會擴大，因為它可能會針對在這個區域有其他美軍基地，哦，或者是從甚至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然後呢，卡達到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會變成他攻擊的對象，所以這個軍事衝突的擴大哈，當然以色列也是一個可能的目標，這第一點的這個危險。那第二個就是這個恐怖團體，就恐怖攻擊也可能會擴大，因為過去各位記得嗎？從伊朗到伊拉克到黎巴嫩，然後呢到就是敘利亞哦，基本上一直連接的就是以什葉派為主的。那經過這一陣子，從伊拉克到黎巴嫩的
就是相關的派系，以及到敘利亞的這個政變，這美國跟以色列相當程度的壓制了伊朗支持這邊的什葉派的一些作為。可是現在如果它整個動盪的話，這個一定會相關的這些組織恐怖攻擊會再起。那第三個，能源啊，你都更不要想，戰爭還一開打的時候，波斯灣可能就被封鎖了。然後呢，伊朗自己本身的油，它如果減少供應的話，國際的油價，那甚至這個區域的能源的運輸都會產生影響。那第四個，我們剛剛提到，它有9000萬的人口，你產生的難民的衝擊也是難以想象的。它其實整個過去20年，整個中東跟西亞地區的這些衝突，從美國打阿富汗到伊拉克，全球的難民都在增加。因此我覺得這幾個層面，軍事攻擊、恐怖攻擊、能源危機以及就是難民的問題，大概都會對這個區域產生嚴重的影響。我覺得美國大概也會想到這方面，然後呢，這些區域的各國也會告知美國，你要警告可以，你要預防性的攻擊，那是你這個尊重你的決定。可是你要採取全面性的攻擊的話，其實那就可能會造成整個區域的混亂。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强权崛起、小國生存。